近来流感话题备受关注，流感病例也呈上升趋势。流感已不再是只有冬季才会出现的疾病。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有关流感这课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药剂女孩。流行性感冒，简称流感，是一种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。这种病毒主要攻击人的呼吸器官，像是鼻子、喉咙及肺部，进而引发呼吸道问题。A 型流感和 B 型流感有什么不同呢？虽然我们常听到的不是 A 型流感就是 B 型流感，但其实流感病毒有4种类型 ：A 型、B 型、C 型及 D 型。A 型流感的病毒是变异能力最强的，代表它们会很快的变种，是引起流感大流行的主要类型。像是我们都熟悉的 H1N1、H1N2、H3N2 这些 H 几 N 几名字的都属于 A 型流感。A 型流感不仅感染人类，还可能感染多种动物，像是鸟、猪、马等，因此常有跨种传播，就是动物传给人类的风险。B 型流感病毒呢，目前所知只感染人类，但它的变异能力不像 A 型那么强，通常不会引起全球大流行。可是 B 型流感也像 A 型流感一样，可能会演变成严重的呼吸道问题。而比起 A 型流感和 B 型流感，C 型流感的传播性和危害性是相对的低的，所以引发的症状也都属于轻微型，一般上类似于普通伤风感冒，所以比较少受到关注。D 型流感主要感染牛，目前尚未知道是否会感染人或导致人患病。流感与一般的伤风感冒有什么不同？流感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伤风感冒。一般上，如果你患上普通伤风感冒，最多也是伤风、咳嗽，累个几天就好了。但流感是会导致比普通伤风感冒更为严重的后果的，像是呼吸困难、肺炎，甚至是死亡。人是怎样得流感的呢？流感主要通过飞沫传播，当感染者咳嗽、打喷嚏或说话时，病毒会通过飞沫进入空气。当其他人吸入这些带有流感病毒的飞沫后，便有可能受感染。此外，接触被病毒污染过的物体表面，像是桌面一些物品，然后再触摸口、鼻眼等部位，也可能导致感染。流感病毒的传染性极强，尤其是在拥挤封闭的空间，传播速度是更快的。受感染后会有什么症状？一般上，流感和普通伤风感冒的症状很相似，像是发烧、咳嗽、喉咙痛、流鼻涕、鼻塞等，以致我们很难去分辨是流感还是普通伤风感冒，除非你去做流感检测。但流感的症状通常会比一般伤风感冒来得严重，并且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，像是发高烧、肌肉酸痛、头痛、疲劳、虚弱等。一些患者可能还会出现呕吐及腹泻的现象，尤其是儿童。严重的话，流感还会发展成肺炎，导致生命危险。流感需要吃药吗？虽然说由病毒 virus 所引起的感染一般上都会自己痊愈，就像 COVID 那样，很多人觉得中了 COVID 就算不吃药自己也会好，那为什么要吃药？研究表明，服用抗流感病毒药物可以有效缩短流感的时间，预防病情变得严重，并且降低并发症、住院和死亡的几率。特别对免疫力较弱的人群，像是老人及小孩，服用药物可以帮助加速痊愈。目前治疗流感的药物有4种，第一种是最普遍也价格最经济的 Oseltamivir， 或是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商品名叫 Tamiflu。这种药物就算婴儿、孕妇都能服用，剂量依据体重及岁数而定，一天需要服用2次，为期5天。第二种呢是 Zanamivir， 商品名叫 Relenza。这种药物是通过吸入剂形式传送药物进体内的，一天需要2次，每次2C，也是为期5天。但这药物不适合有呼吸道疾病，像是哮喘或肺病的人使用。因为这类人的呼吸道比较敏感，使用这种药物可能会引发他们的支气管痉挛，就是他们的气管肌肉会突然收缩，导致他们的呼吸道变窄而呼吸困难。
第三种是 Paramivir， 商品名叫 Repivac， 这是一种静脉注射药物，直接将药物输送进血液，一般上只需要注射一次，如果病情严重，可能还会为期多几天。这药物适用于无法吞咽药物或是使用吸入剂的人，一般上年龄6个月以上就能使用。第四种叫做 Baloxavir， 商品名叫 Xofluza， 这是只需要口服一次的药物，非常方便，但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。这种药只适用于5岁或以上的孩童及成人，而孕妇及喂母乳的妈妈不建议服用哦。抗流感病毒的药物都是在症状出现后的48小时内开始服用，效果最佳。同时，患者也应该要有充足的休息，补充足够的水分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。充足的休息减少额外能量消耗，让自身的免疫系统有足够的时间和能量去抵抗病毒及做修复。就算你没有胃口，吃不下也好，水一定要喝够，因为水能支持新陈代谢，帮助身体更好的代谢废物，加速病毒和毒素的排出。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不但可以促进患者修复，也可以降低传染流感给家人的风险哦。如何预防流感？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流感疫苗。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，可以明显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，特别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、患有慢性疾病、免疫力较低的人及孕妇。疫苗不仅可以保护接种者本人，还可能减少病毒的传播，有助于形成群体免疫，保护你的家人及社区内的其他高风险人群。此外，日常生活中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也非常重要。第一，经常用肥皂和流水洗手，或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。第二，咳嗽或打喷嚏时使用纸巾或手肘遮住口鼻，避免用手直接遮挡。第三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像是均衡的饮食、充足的睡眠及适量的运动，来增强你的免疫力。流感可以只是轻微的伤风感冒，也可以演变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。通过了解流感病毒的类型、传播途径、症状、预防措施以及治疗方法，提高对流感的健康意识，才能更有效的预防及战胜流感哦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陪你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